宋国公夫人魏赵氏起兵。我替夫君挡了一箭，伤及肺腑。去南方庄子养病4年，回到京城时，家里却多了一女子。儿子依赖她，女儿喜欢她，婆婆器重她，夫君与她联手推我去死，扫除障碍。她迎心腹，我成娇姑。做鬼20年，我看到了他们的下场，终于重生到了我回府的路上。夫人，你醒了。诸位看官，咱们今日要说的是宋国公夫人赵氏，她乃太后亲养的蜀王遗孤，4年前竟舍命替夫君挡了3皇子一箭。为什么？3皇子重伤遗孤，大失民心，魏家趁机投靠2皇子，这才博来今日的富贵。赵氏竟用命给夫家铺路，得其如此，夫复何求啊？夫复何求？嘿，他们一家子倒是富贵荣华了，4年了也不见来接夫人您。国公府的显赫是踩着我的血换来的，这辈子这泼天的富贵，我要握在自己手中。夫人，那咱们直接回府吗？不，进宫。我们去看望太后呢。如何？娘娘不必忧心，4年前那一箭并未伤及郡主根本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好孩子，你受苦了。上辈子父亲战死沙场，太后力排众议请封我为郡主，我却受婆母挑唆，从没与他亲近过。这孩子跟他爹一样，最爱杏花糕。周嬷嬷，你说当年家族若不逼着哀家进宫炫秀，本宫跟蜀王隔墙有耳，年少之事切莫再提。你这眼睛生得如你父亲一样。在庄子上这些年，臣女也很想念娘娘。你有这份心就好。想来国公爷和一双儿女还在家中等你吧？等我？他们怕是巴不得我死在庄子上。这次回府前，我一定要给自己谋好后路。这是父亲的遗物，太后一定知道，他对我十分重要。今日你便先回家陪陪夫君儿女，日后时常进宫陪陪哀家，免哀家挂念。是，那臣女便先行告退。等太后发现这个金镯，明日必定会派贴身嬷嬷亲自送还国公府。不是说让他死在路上吗？怎么还是顺利回来了？娘，低声些，此事万不得令外人知晓。阿芷回来了，庄子上的管事也真是，怎不提前知会我们一声？我回家无需繁文历节，是不是，娘？孩子们，还不快去见礼？为师教你们的规矩都忘了不成？阿芷，她是兰娘，蒙北使节窦大人之女，如今是冲儿宋儿的蒙语先生。蒙语，如今朝廷礼重蒙北，推举蒙学，我便做主请了兰娘过来教书。夫人，那不是府上的管家钥匙吗？府上抬了妾，怎么没人与我知会一声？赵氏，你休要拿妾来侮辱我！你一走就是4年，我不忍老夫人操劳，这才代长钟会。是阿芷，你不了解兰娘，她与内宅女子不同，她看过山川湖海，这般心怀天下的女子，怎会甘愿做妾？不愿做妾，那便是要做这国公府的主母。夏虫不可语冰，当真以为人人都跟你一般，眼界局限于男人与情爱。松儿，在此拉克因托欧亚拉塞哈吉内梅尔基西嘎波吉波洛湖。知道了，蓝先生。Darby 伦英 Anak Haran 的 Urasi 和 Luki 这边呢？恒儿，不得对兰先生无礼。兰娘果真是读过书的女子，你看她将2个孩子教得多好。你懂蒙语？前世他们每每不想与我交流时，也是这般当着我的面说蒙语。恒儿，娘做了你最爱吃的金乳酥，快尝尝。Anak Haran 的 Urasi 和 Luki 这边呢？
若不是死后做鬼20年，我游历四方，学会了蒙语，又怎知他们早已厌弃我至此？阿芷，你怎么会懂得这些？该不会是看话本学的吧？果真是内宅妇人，只懂些皮毛就迫不及待显。你敢对夫人不敬？春枝，我累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早点回房歇下吧。夫人，我……果然，这个时候魏勋已经和窦凤兰睡过了。比起我，他今晚怕是更想安抚窦凤兰。我病还未好全，今日能否劳烦国公爷在书房凑合一晚？阿芷，我也是这般想，那你好好休息。春枝，国公爷分明与那窦凤兰不清不楚，夫人难道没看出来？好啦，我都没气，你气什么？哼，我可不似夫人仁慈。若是我，今日当场就要扇那窦凤兰几个嘴巴子。傻丫头，自己动手打人，岂不是伤敌100，自损8000？夫人可是有计策啦。有些耳光，得借别人的手打，才不仅脸疼，还要命。夫人，请净手。我就不必了，我可不想被某些人定的一些酸腐规矩束缚。蓝先生，番前若不净手，岂不是不雅？宋儿，别学那些封建糟粕，在我们草原，一把短刀便能大口酒肉。既如此，那便按照草原规矩，把窦小姐的餐具换了吧。是，窦小姐，请用膳吧。魏雪，这便是你家的待客之道。老夫人，门房小厮通禀，说是宫里来了一位嬷嬷。宫里的嬷嬷，莫不是窦大人进宫述职，惹得圣上龙颜大悦，得了赏赐，给窦小姐送来了？快快请进来。我是国公夫人，既然要给国公爷纳妾，怎么不问过我？娘眼里既然没有我这个儿媳妇，就该休书于我，叫我别回来。娘，您当着国公爷和太夫人的面砸碗，成何体统？阿芷，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？快坐下，别丢脸丢到宫中去。赵氏，我从未说过甘愿做妾，你休要作践于我。娘娘，闭嘴！我何时说过纳妾何人？你急什么？此地无银300两，原来你们所有人都知道世子被这狐妹子勾了去。王爷，你睁开眼看看吧，我家夫人命苦哦，人人都欺负她是外姓人。贱婢，住手！这是怎么了？周嬷嬷，夫君，娘，我不知家中换了主持钟馗之人，昨晚屋中被入巢了，无人更换，我一夜未睡，这才失手打碎了碗碟。你们说我闹脾气，我真是冤枉。嬷嬷，你别听他胡说，这都是误会。我为公爷挡剑，远走养伤，国公爷耐不住寂寞，我能体谅。我何时既然纳妾了，为何既不告诉你，也不对外说？若不是瞧见管家的钥匙在窦小姐身上，我竟稀里糊涂把她当外人，得了个善妒名声。国公爷，你当真背着郡主纳妾了？都说了我不做妾，你一个传话跑腿的贱仆，也敢作践本小姐？老身乃太后娘娘宫中掌事嬷嬷，一个无名无分的玩意儿，行事便如此张狂。看来这国公府当真是宠妾灭妻。嬷嬷，都是阿芷无能。郡主，还请随老奴回宫。今日的事，我会如实禀告太后。娘娘，事情就是这样。若不是老奴恰好去送郡主前日遗落的金镯，还不知国公府竟张狂到如此地步。此事当真？娘娘，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。阿芷乃蜀王遗孤，还轮不到你魏家糟践。你可是蜀王遗孤，岂容魏家糟践？阿芷，和离吧。我不，
我和离岂不是证明我被他厌弃了？我一定要跟那对贱人斗到底！前世我总觉得太后疼我，只是为了博一个善待遗孤的好名声，从不肯听她的话。殊不知，身边所有人中，唯有她是真疼我。娘娘，阿芷想求您一件事。我要与魏续和离。你说什么？娘娘明鉴，兰娘只是教书先生，绝非什么妾室。阿芷，你这般拿和离来胡闹，你是想担个善妒的恶名吗？世子果然是天生言官，一张嘴便能颠倒黑白。前世他便是这般把帽子扣在我头上，让我沦为全京城的笑柄。人人反而称赞窦凤兰洒脱忠义，与他很是般配。可所谓泼妇，不过是受伤的女人在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保护自己。娘娘冤枉，我儿与兰娘清清白白，即便真有什么，哪至于闹到和离？父主若是懂事，本就该主动为我儿纳妾，增添子嗣。胡闹！阿芷，你莫要怕他们，哀家为你做主。我儿与兰娘之事又没有证据，太后娘娘未免太过专断。你放肆！嬷嬷莫恼，母亲教训的是，既然国公爷与母亲都说自己清白，那阿芷确实不该听信流言，伤了夫妻和气。夫人肯信我就好，孩子们都在家等你呢，随我回府吧。好，魏续，既然你们说没证据，那这次我便亲手给你们造一个证据。夫人这招可真厉害！太后昨夜降旨，命窦凤兰交出管家钥匙，连夜滚出国公府。昨儿夜里她在屋子里摔杯砸碗，还发怒打了好几个奴婢。月底给那几个受委屈的多发些月钱。是。坏女人，奶奶都被你气病了，你去煮几样菜给她吃。我不会。可是蓝先生以前就会做好吃的，奶奶吃了很快就痊愈了。不仅奶奶，我生病时也只有蓝先生守着。娘你呢？除了用权势逼走他，你给过我什么？我为你赴党建离家受苦4年，竟换来你这一句给了什么？少爷，你这一身云锦能抵夫人在庄子4年的要钱。你想的富贵是夫人拿命换的。你休要扯虎皮做大旗。娘，我答应给太后娘娘寿诞送一幅西域流沙画，没有蓝先生我不会。我重新换个人教你。这世上博学之人众多，不单单只有窦凤兰会。可我画的这幅只有蓝先生会，独一无二才能讨太后娘娘欢心。你是我女儿，哪怕拿一块破布给太后娘娘，她也会欢心。你不是，你巧夺天工，太后娘娘也不稀罕。难道宫里缺画师吗？娘，你不能这样贬低蓝先生。他抬高自己的时候，你没发现？我说句公道话，反而是贬低他了。还真是我亲生的，一个蠢，一个傻，和上辈子的我一样。你们若是不信，明日我带你们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去拜佛。阿芷，你与孩子在家等我，我送娘到清心寺礼佛，很快就回来。春枝，这锦囊中装了些我亲手做的果脯，用蜂蜜整整腌了3天3夜。这就对了，贤良淑德才是做儿媳的样子嘛。娘子有心了。我们也走吧。奶奶和爹爹刚走，你想做什么？你诡计多端，我不去。不仅仅我去，长公主也去。我是想带你认识长公主家的小郡王，听闻你很想跟他学枪。真的？宋儿，你不也一直想见见公主殿下吗？娘，您认识长公主？那是自然，我家夫人和长公主可是从小长大的手帕交。华阳，快带着你的孩子们上车，别误了礼佛的吉时。你这丫头回来这么些天，终于想起宫里还有个我了。清心寺的香会无聊得很，若不是你约我，我定是不去的。姐姐最疼我了。孩子们都大了，你还撒娇呢。哥哥，蓝先生不是说娘在皇家早已毫无地位了吗？他为什么要骗我们？不可能，蓝先生光风霁月，怎么会骗人？你这衣服真好看，你也是，最近状态越来越好了。我还以为你只邀请了我一人，原来是旁人都有。看戏自然要人多才热闹，这不是寺庙吗？哪来的戏台子？夫人，东西都准备好了。姐姐，谢
戏台子自然是有。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什么？真是好大一张床。旭郎，你知道的，我这样的女子本是不愿这般委屈自己的。我知道，我会找机会处理了赵文芷，对你负责。什么东西？怎么这么大的甜味儿？赵文芷枕起送来的蜜饯，说是用蜜腌了几个日夜，非要让我带上。她也就剩这点讨好男人的手段了。她这种寻常妇人，自是比不上兰儿你。放心，我母亲在外守着，她还等着你，再给她生个孙子。公主，不能进！本公主来参观佛堂，还需要你一个老太婆允许？公主，这里面的佛像未开光，怕惊扰了您凤驾，万万看不得。母亲，长公主天皇贵胄，何惧冲撞？母亲如此遮掩，莫非里面藏了见不得人的东西？怎会？年纪大的人废话就是，滚开！娘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好戏，带大家来这空屋子吹冷风吗？怎么来了这么多人？要是被发现，我们就完了。嘘，赵文芷一个内宅蠢妇，不会发现的。胡闹！阿芷，佛门清净，岂容你撒野？冲撞了神佛，你担待得起吗？佛祖就算要降怒，也该先劈死那在神像底下白日宣淫的安杂货吧。国公夫人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天啊，怎么会有这么多蜜蜂？父亲，蓝先生，别咬我的脸！西郎救我！滚开！滚开！滚开！儿啊！救命啊！快救人呐！国公爷别怕，奴婢这就来救你。国公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和窦小姐这是……这你还看不出来？这对奸夫淫妇背着你偷人呢！你夫君真是饿了，竟然喜欢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你敢羞辱我？你知道我父亲是谁吗？青天白日与有妇之夫通奸，你爹能是什么好东西？国公府的脸，这下算是丢尽了。快，春枝，去叫人将店门死死围了。此事要是传出去，浩儿、宋儿日后可怎么办？爹，太让我丢脸了！娘，长公主疑议，什么是通奸？宋儿，先和哥哥出去吃蜜饯，小孩子不听这些。蜜饯。赵温芷，你算计我！窦小姐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装什么？这蜜蜂分明就是你故意放的！胡说八道，谁有证据？赵氏，我承认我跟细郎确实有情，但那也是你留不住他的心。你自知正大光明比不过我，便用这么卑劣的手段，真是无耻！好个歹毒的妇人！亏我以前觉得你温顺，没想你心肠竟黑成这样。阿芷，你我夫妻一体，荣辱与共，你这样做对自己和国公府有什么好处？我都要和离了，国公府的死活与我何干？不过，若背上污名，怕是对和离不利。我真是冤枉，哪个女人愿意将丈夫出轨的丑事闹得人尽皆知？我替国公爷挡箭，在庄子上闷了4年，今日不过是想来散散心，谁曾想……赵温芷，你装什么装？夫人，杀人了！窦凤兰要杀正氏主母灭口了！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当着我的面虐打华阳郡主！你眼睛瞎吗？分明是他自己摔的。我家阿芷最是温顺贤淑，跟个小毛羊似的，杀鸡都不敢听，见血就晕，见伤就躲，他还能自己伤自己不成？魏熙，你和你娘是死的吗？说句话呀！前世我回府大闹后，魏家也把窦凤兰送出去了，那时他却故意放消息给我，诱我带着人去捉奸。跟我去太后娘娘面前说清楚！娘，在本朝，儿媳伤害婆母是要判刑的。太后和长公主联手替我压下此事，再次劝我和离。我没有做过便是没有做过，
我凭什么因此认输和离？上辈子我不知愤怒的人头脑不清楚，根本斗不赢。这辈子你们也尝尝这被冤枉的滋味吧。来人，给我捆了这对奸夫淫妇，送到太后娘娘跟前，听候发落。我爹爹乃蒙北使节，我看谁敢动我！你疯了！让公主乃皇室血脉，你怎可在她面前亮鞭？皇室又如何？不过是会投胎了些。我最看不起仗着出身把人分为3、6、9等人。装什么装？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贱婢，在蒙北，连大王都要敬我爹爹3分，再不知好歹，休怪我拿蒙北的规矩治你。我倒不知这中原什么时候要遵蒙北的规矩。你们国公府是要结党造反？臣不敢。你怎能断章取义？本宫说你是便是，堵了嘴给本宫拿下！公主饶命，饶命！赵氏，凭借权势压人，算什么本事？窦小姐有什么话，还是留着去慎行思想。我这次帮了你，你可欠我一个人情啊，姐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大恩。你呀，就是太包子，否则我是不支持你和离的。我要是你，就跟他们纠缠到底，看谁折腾死谁。正常女子大概都会这么想吧。但这条路我走过，那一次结局是亲者痛，仇者快。你都不知道，母后近日提起你就落泪，怪她自己当年没拦着你嫁给魏须那渣男。太后娘娘一生果敢，唯一的败点恐怕就是我了。你如今支棱起来，她老人家也能安心了。你且安心在宫中住一段时间，我叫人把三皇子的寝殿收拾给你，那个院子豪华着呢。天池？对啊，当初在围猎场上。你是何人？长公主和华阳郡主的车轿也敢来？姐姐，你在车上莫动，我去看看。小姐，那是华阳郡主，暮色将至，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？你是何人？故人。难道是盘踞山中的山匪？就是不知是求财还是劫色。英雄看着有备而来，不知你所求何物？这珠钗乃南阳进贡，价值不菲，不知可否换英雄让出一条回京的路？不要钱财，那便是最坏的情况。阿芷，英雄既知我们身份，又何必自寻麻烦？这车上所有财物我们都可以不要，只求英雄放过我们几个弱女子。三皇子，三皇子，你是燕池？华阳郡主，好久不见。小姐，走。殿下，人既然抓到了，我们要不要？你们先出去。殿下，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？咱们在清心寺禁足4年，全都拜这女人所赐。出去。是。今天出门真是没看黄历，怎么偏偏叫我落到这个冤家手里？赵文芷，你告诉我，当年之事究竟为什么？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怎么弄成小花猫了？驾！哇，好大的马！二哥，咱们今日就好好比一场，看看谁猎得的猎物多。燕池，三弟，三弟，二哥，那是谁？他呀，
她是蜀王遗孤华阳郡主赵温芷。华阳郡主，二哥，她是否婚？好了，围猎就要开始了，咱们走吧。二皇子猎得野鸡1只，记1分。三弟，再这样下去，你可要输了。为兄让你1分如何？你瞧，那有只野兔。多谢皇兄，那三弟就却之不恭了。夫君小心！好，阿芷。三皇子为何故意伤我夫人？我不是。二哥，你刚刚大胆言迟，你故意射杀蜀王遗孤，可知自己该当何罪？求二皇子为我夫君做主。为何要和他们一起陷害我？你为何要和他们一起陷害我？且慢！郡主终于装不下去了。你一直知道我在装。华阳郡主善于伪装这件事，燕某怎么敢忘？他果然是在记恨那一箭之仇。4年前我挡箭后，魏袭趁机向皇上和太后卖惨，燕池被幽禁山野。不过4个年头，竟已经少年鹤发，都是我害了他。殿下，4年前的事是一场误会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装！围猎场那一箭后，国公府升官加爵，燕牧成了唯一的储位人选。你和你夫君恩爱和美，你们得到了一切，现在告诉我是误会！我已向魏续提出和离，殿下不信可以去查。你说什么？他要和离了？殿下，围猎场之事，你我皆是棋子，那时我也受人蒙蔽，是我对不住你。燕池，你到底还要被他这副模样骗多少次？他这是不信我。殿下，你今日就算杀了我泄愤，也不过是成全我们共同的仇人。放了我，我能想办法替您解除禁足。再信我一次，好吗？什么人？毛头小贼，放了我妹妹，本公主还能放你们一马。不好，是禁卫军，让公主怎么会找到此处？你们2人怎么有些眼熟？罢了，都是一副奸人之相。还好阿芷聪明，给我留了记号，让我找了过来。你何时留的记号？只要留下记号，长公主定能带人寻我。这就是郡主说的，再信你一次。燕池，你别冲动，我是为了自保。只要你放了我，我帮你解释。别想再用你的花言巧语迷惑我。我倒要看看哪个不要命的敢在本公主面前绑人。燕池，燕池，竟然是你！你竟敢劫持阿芷寻仇！来人！等等，燕池是因我才蒙冤幽禁在此，他恨我是应该的，我却不能一错再错。误会，皇姐，其实是三皇子殿下救了我。他救了你？是啊，我被山匪挟持路过此处，恰好得三皇子相救。方才我以为你们是山匪的同伙，不想被污了清白，这才请三皇子给我个痛快。他竟舍得拿自己的名声来帮我，是这样吗？快附和我，我有办法助你解除禁足。你又耍什么花招？我是在救你。若是劫持郡主的罪名坐实，你那2个侍卫就活不成了。这俩人叽里咕噜说什么呢？的确是我救了郡主。殿下为了救我，自己也被山匪所伤，伤口可还疼？得罪了。
看来是很严重了。皇姐，这么严重的伤，怕是要宫里的太医才能治好。阿芷，阿芷呢？阿芷，太后娘娘，我在这儿。听说你被山匪劫了去，可有伤到哪里？我倒是没事，多亏了三皇子舍命相救，他可是伤得不轻。郡主，依微臣看，三皇子并无外伤，但内伤着实是不轻啊。皇上，娘娘，这次若不是三皇子舍命相救，阿芷怕就成了孤魂野鬼了。如今看来，4年前围猎场一事，恐怕也另有隐情。罢了，不日便是万邦来朝，老三作为皇子，本就应该出席。传朕旨意，即日起解除三皇子禁足。谢父皇。华阳，你跟朕过来一趟，看看御史台近日递来的，全是你清心寺捉奸的折子，朕批都批不完。华阳，这件事你想怎么办？回皇上，臣妇只求与魏须和离。你既只想和离，又何必将事做得这么绝，害得窦凤兰小产？小产？你可知窦凤兰已经怀有3月的身孕，如今她大出血落了胎，你让朕如何跟窦世芷交代？窦大人，小姐腹中胎儿已打下，是个快要成型的男胎。爹怎能如此狠心，亲手杀了我与西郎爱情的结晶？猪油蒙了心的蠢货！爹，若不把这野种打掉，伪造成你小产，如今还在慎刑司的牢中待着。那都是赵温芷那个贱人陷害我。要是不去抢他男人，他害你干什么？要么不做，要么做绝，杀了他，取而代之，而不是像现在，把自己混成了个不明不白的外室。爹，我只是一时失手。行了，事情做都做了，我窦骁的女儿绝不能做不明不白的妾。好好休养，爹会让你名正言顺嫁入国公府。陛下，本朝有律法，妾不能抬妻，外使更不能做嫡妻。您却要给窦凤兰和魏襄赐婚。郡主，下个月便是万邦来朝的大日子。窦大人是连通蒙北的使节，他女儿窦凤兰又精通外邦语言，是陛下早就看中的通译官。阿芷，莫要让朕为难。若你同意此事，朕便允你和离，带走所有嫁妆。我不同意。华阳，这是国事，不单单是你的家事。陛下，如果我说我能找到另一个擅长外邦语的通译官呢？小姐，郡主慢走，那这通译官的事儿就劳烦郡主了。窦大人，这就是窦骁，窦凤兰的亲爹，日后把持朝政的大奸臣。华阳郡主果真跟传言一般，与蜀王有8分相似。你认识我父王？蜀王战死边疆，保我朝10年太平，本官岂能不识？既知我王府满门忠烈，还纵容自己女儿勾引我家小姐夫婿，窦大人真是好大一张脸。华阳郡主，微臣送您一句话：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您可不要步了蜀王的后尘。小姐，他什么意思啊？先回府吧。对，这个也搬走，就算是跟凤衣服的针，都得打包搬回蜀王府。不能搬，这都是国公府的东西，不准搬。不用听他的，继续搬。拿来吧你。哎，赵温芷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还没同意和离。本郡主和离，还需要等你同意？御笔亲赐的和离书，睁大狗眼看清楚了吗？皇上竟然亲自为你写和离书！都别停，继续搬。都收拾仔细些。陛下说了，小姐所有的嫁妆，哪怕是一根头发丝都要带走。赵温，
是不是又用蜀王战功要挟陛下了？兰娘就从来不会像你这般，仗着父辈功绩作威作福。那你娶她好了，反正现在全天下皆知你们佛前浪荡，好不快活。你就不考虑孩子？婵儿、宋宋满了10岁，即将议亲，你这么胡闹，谁家敢与他们结亲？魏续，找外室的人好像是你吧？你睡窦凤兰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孩子们的前途？你这是狡辩！男子3妻4妾，我没不准你纳妾。作为国公府的男主人，你纳妾不仅仅要你同意，也需要我首肯。你提前通知我了吗？你非要这么咄咄逼人吗？你知不知道，母亲都被你气病了？她生你这种废物儿子，当然会病倒。你不准对我母亲出言不逊！我何时对她不敬？我骂的是你，魏续。好，你很好。你要和离是吧？那昶儿和宋宋，你一个都别想带走。娘，你别走！娘，你就非要跟爹赌气吗？两个不孝子，全部给你吧。春枝，回王府。娘，小姐，小少爷和小小姐是您难产1整夜才生下来的，您真的不带他们走吗？傻丫头，无爱一身轻，我不在乎任何不爱我的人。郡主还真是冷漠无情。燕池，你不好好躺着养伤，来这儿做什么？血都快流干了，还不忘在这伤春悲秋。怎么，你是嫌自己命太长，打算趁早给阎王递折子？殿下就这么恨我，恨到咒我早死？是，我恨死你了。这是我的发带，你从何处得来？他当年果然不曾注意到我半分，一切都是我自作多情，路上捡的。赵温芷，早死对你来说太简单，你欠我的，这辈子都还不还。三皇子殿下不必吓我，我欠你的，很快就能还清。什么意思？10日后万邦来朝，二皇子操办必出纰漏。当初他们设计围猎场那一箭，让我与殿下做了4年的死敌。这一次，你我做一回并肩作战的盟友，如何？这便是我同你说过的二皇子殿下。今日万邦来朝，有窦小姐这一身本事帮衬，本宫定能博得父皇欢心。殿下谬赞，为未来储君分忧，兰娘乐意之极。魏熙，这窦小姐果真貌美又有才华，远胜于你那只会操持家务的蠢笨原配。哇，快看那是谁？好美啊！赵温芷，她不做妇人打扮后，竟如此光彩夺目。赵温芷，今日可是外邦朝贡，你一个女人有什么资格进来？你不也是女子吗？你又凭什么站在这儿？我与你怎能相比？我自幼博学，今日没我，这朝贡会可办不成。阿芷，今日外邦使臣觐见，兰娘是二皇子钦定的通议官，你无事便退下，休无大事。华阳郡主也是本宫钦点的通议官，宋国公有什么意见？二皇子，魏续，你的夫人何时跟我二弟搅合在一起了？殿下，她就是个下堂妇，看来你是找到了新靠山，才舍得丢掉国公府的位子，真是下贱。聒噪！他这舌头你若想要，我拔下来送你如何？我乃今日的通议官，你们敢动我？赵温芷，你不会以为自己看了几本书，学了点翻译皮毛，就能与我比肩吧？那就且看你这通议官的位置能不能奏稳。陛下到，请使节入殿。众使臣远道而来，一路辛苦了。众使臣还不赶快拜见陛下！参见大用天子。国司人、都营人，不是说今日只有芒北使节来朝吗？朱爱卿平身，窦议官，让他们起来吧。Arch my good， 这个是来 reg up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真的。Aya dayum beis prel kya kuya ismata kiermiken。窦凤兰，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？窦议官，
还不快快为陛下翻译？糟了，我只会蒙语，根本听不懂其他外邦语啊！陛下，他们说当着外邦众人支支吾吾像什么样子？难道你听不懂？陛下，波斯使节是在说他们被大优盛世所震慑，想贺大优万世升平。听得懂波萨语？哈哈哈哈！好一个万世升平！大庸广纳百川，使节们不必拘礼。唐安切斯多尔阿曼德拉卡吉欧米达南的，小在我问那个西马斯。华阳郡主竟然精通这么多门外邦语言，这才是真正的奇才呀！怎么会？他何时学过这些？安排一个只会蒙语的人来这儿当外邦议官，二哥，你们这是在把父皇当傻子耍？父皇明鉴，儿臣也是被魏续和这姓窦的女人骗了。魏续，你联合你外使欺君罔上，该当何罪？陛下。好一场狗咬狗的大戏！窦凤兰、魏续，你们可知罪？爹爹，救我！陛下，小女只是从未经历过这等大场面，一时紧张才说不出话来，还请陛下饶了小女这一次。陛下，窦小姐在草原长大，也算我们半个草原儿郎。正好蒙北为陛下准备了一场异域奇舞，愿为陛下助兴，抵了这份过错，如何？既然王子开口，准了。请陛下祈福。此为何意啊？陛下，这是我蒙北的传统。舞娘抛出花球，花球落地前若能被利箭射中，便意味着天神降福；但若是射不中，那便表示天神不悦，寓意不吉。陛下，听闻华阳郡主乃将门之后，又是今日最出风头的通译官，这等祈福盛事，不如交给他。兰娘，你胡说什么？阿芷虽是将门之后，但自幼深居简出，从未摸过弓箭。他不会才正合我意。赵温芷，你方才不是很有本事吗？怎么现在为了大庸的国运，你倒要当缩头乌龟了？华阳郡主乃大庸女子表率，我等也都想看看大庸女子是否真如传说中那般文武双全。既然窦小姐一心想看，那本宫便献丑了。赵温芷，你有几分把握？否则有损国运的帽子压下来，你会掉脑袋的。华阳郡主，请。花球就要掉下来了，华阳郡主快射呀！赵温芷果然不会，你就等死吧。好，射得好！天佑大庸，陛下万岁万岁万岁！赵温芷，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是我不知道的？华阳，你真是给了朕一个大大的惊喜，朕定要重赏。说，你想要什么赏赐？臣女别无所求，唯求陛下重查4年前围猎场一案。4年前那一箭，臣女伤还未好，便被匆匆送往南方庄子，让案子结得不明不白，更让那背后捅刀的小人逍遥法外。陛下，臣女不服，求您还臣女和三皇子一个公道。他拿命一搏换来的赏赐，竟用来替我讨公道。燕池，这辈子我不想欠任何人，这次之后，你我就真的两清。准奏，大理寺卿何在？臣在。即日起重柴卷宗，无论牵扯到谁，都给朕彻查到底。臣领旨。
小姐，这半年来咱们京城各处铺子的红利加起来足足有10万两呢。这些银子分出2成，送去长公主和太后那儿。是哪个富得流油的丫头在这商量着要给本宫送钱呢？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快坐。宁远侯夫人又给我下帖子了，指名道姓让我带着你一道去赴赏花宴。阿芷，他家世子尚未婚娶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姐姐，我自己守着这万贯家财不好吗？何必再去高墙里受罪？也罢，你不想去便不去。不过说起来，你离开后，国公府可真是应了那句报应。如今二皇子被贬，魏续失了靠山，官职一降再降。那窦凤兰进了门，自然是好一顿鸡飞狗跳。什么碎燕窝也端来给我吃！窦凤兰，你执掌钟会，竟克扣到我头上来了！国母，你也不看看国公府如今什么光景？你以前那是拿着赵温旨的嫁妆大手大脚惯了，现在可没那个命了。你这个贱妇！兰娘，你怎么跟娘说话的？我还要怎么说话？我要是知道你们国公府全靠赵温旨嫁妆过活，根本不会嫁进来。你还敢提他？他现在是高高在上的郡主，你呢？现在连他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。魏须，你敢打我？哭什么哭？丧门星，晦气死了！相爱容易相守难，没了银子垫底，他们的那点情分比纸还薄。就是可怜了那2个孩子，如今过得再苦，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。不说这个了，母后今早做了杏花糕，她想你想得紧，今日不如跟我回宫住。也好，那你快些收拾，宫中还有人在等你呢。等我？话也帮你套了，人也给你拐进宫了，这下满意了吧？多谢姑姑成全。在这宫外见他一面得翻3道墙，还是宫中方便些。这入了冬，天气是越发冷了。求您了，公公，就分我们一些炭吧。公公，我不求整筐，您能不能匀出2块来？昭儿还小，她受不得冻。一个没圣宠的婕妤也敢挡路，滚开！母妃，小兔崽子，瞪什么瞪？没炭烧，就带着你娘去御膳房后的灰堆里翻翻，看能不能捡点剩下的炭渣子吧。呸！你好大的胆子！大庸的皇子，也是你一个阉人能作践的。长公主饶命，救主饶命，奴才该死！婕妤娘娘受惊了。昭儿，快穿上，快谢谢华阳郡主。燕昭谢谢华阳郡主。燕昭，真的是他。燕昭，原来前世那个登基称帝的赢家，少年时竟过得如此艰难。若是能在这条乾隆困难之时搭一把手，未来大雍江山便是我最稳的靠山。前边就是慈宁宫，跟我们一起去烤烤火如何？皇祖母宫里贵人多，母妃说不能去添乱。婕妤娘娘，左右今日咱们都要去请安，你便带着昭儿一道去坐坐。是啊，母后那儿烧的是最好的银丝炭，暖和。好，多谢华阳郡主，多谢长公主。这大半个时辰，你往门口瞧了不下10回了，心不静，如何下棋？皇祖母，孙儿只是觉得今日这殿内风大，怕吹着你。借口，哀家倒是极少见你穿如此鲜亮的颜色，这紫色，瞧着倒是阿芝日常最喜欢的。皇祖母，八皇子，咱们到了。燕昭见过皇祖母，见过三哥。皇祖母和三哥万福金安，不卑不亢，礼数周全，果然是未来天子。内务府那帮见风使舵的奴才，这件事儿哀家知晓了，等会儿便叫人给你们宫里送些上好的银丝炭。太后娘娘，八皇子正是长个子的时候，身上的衣服都短了。南方进贡了几件白狐皮大氅，让周嬷嬷带你们去挑挑。
多谢太后娘娘和郡主雪中送炭的情谊，臣妾没齿难忘，日后必定报答。昭儿，这是早上刚做的杏花糕，带回去跟你母妃一起吃。功课若有不解的，日后找你三哥教你。谢谢郡主姑姑，谢谢三哥。赵温直，你拿本宫做人情？兄弟之间教学相长，殿下学富五车，今日你拉他一把，来日说不定能带来惊喜。我看你是存心气我，本宫今日这身算是白穿了。他好端端的发什么脾气？哼，阿直，你对八皇子如此热络，是想产儿了吗？哀家记得，他二人年纪相仿，我与魏昌的母子情分，早在他向着窦凤兰时就消磨干净了。臣女只是觉得八皇子聪颖结实，面相极好。华阳，宫里谨言慎行，储君未定，不可掺和皇子们的纷争。储君之争从来都是腥风血雨，王洁仪的父亲只是边疆一个小小校尉，你莫要随意掺兑。做鬼20年，恐怕只有我知道，如今最不起眼的八皇子会成为未来储君。母亲，郡主姑姑是这宫里最好最好的人。是啊，锦上添花易，雪中送炭难。昭儿日后若有了出息，千万不能忘记郡主的大恩。娘娘，如今我膝下无子，我对他们母子好，不讲利益，不承诺站队，只不过是给自己找个念想罢了。你知道分寸便好。夜深了，你们也累了一日，都先回去歇着吧。是。燕池，大晚上你来我房中干什么？赵文直，你为何宁愿选别人也不选我？什么选你？你先放开我！你就这么不惜我碰你？燕池，你疯了！是疯了，被你欺负的。你发什么神经？赵文直，你若是想做皇后，大可以告诉我，江山、皇位我都可以替你抢来，何必选燕昭？你哪只眼睛看出我想当皇后了？他不是看上老爸了？那你下午为何对燕昭如此亲密，还冲他笑得那么开心？我对谁笑与你有什么关系？八皇子才13岁，就算是看到陌生人这般挨饿受冻，我也会出手相助。是吗？不然呢？我一个和离的妇人，难不成还会做嫁入皇家的美梦？何仪又如何？赵文直，只要你想要，皇后之位也配的。难道他对我竟生了那种心思？三皇子，我这辈子只想安稳度日，不想参与朝堂的腥风血雨，也绝不可能再嫁，你可明白？你请回吧。既然你不喜，那这皇位我不争也罢。他是何时对我生出这般心思的？算了，这辈子我要将自己的人生过好，赚钱，结交人脉，孝顺太后便是，不在计划内的事，想这么多做什么？自那天后，时间过得很快，朝中局势果然像我记忆中一般大改。失宠的二皇子联合窦骁和蒙北势力起兵造反，王婕妤的父兄平定叛乱，在边疆立功，中宫未悬多久，他被封后。在宫里人情冷暖看得多了，王皇后不待见任何贵妇，只喜欢我。她总不忘微末时我待她母子的那点善意。她有和太后一样的野心，心中却有一丝柔软。我身价越发水涨船高，皇帝甚至要再给我赐婚，放话说我再婚生子，将来可继承蜀王王位，封郡王。我拿王父做挡箭牌，拒绝赐婚。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过着，直到我那个白眼狼儿子魏昌拿着一封喜帖上门见我。娘，这是请帖，我下个月定亲，妹妹不久也要嫁人了。
婚姻6礼，定亲时男方需宴请至亲。娘，下礼那天你能不能出面坐镇？如今窦凤兰才是你名义上的嫡母，你应该找她去。娘，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您还是不能原谅我们吗？我们又不曾害过您。不曾害我，可是你不知道，前世你们是怎么待我的。恒儿，你给我跪下！华阳郡主真是好大的威仪。娘，您别生气了，我们再也不说让蓝先生当母亲这种话了。说了又怎么了？蓝先生就是比他好。娘，你可知道，我这次说亲的女方家世平平，都是因为你的名声太差。窦凤兰跟你说的。兰姨又没说错。你这话说出来，自己有没有觉得好笑？那些说亲的女方可不是看不起我，而是看不起你有个外室上位的嫡母。娘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兰姨因为几千两聘礼，要把我嫁给一个年近50的老头子做续妾，求您救救女儿。爹爹自从娶了兰姨，府里就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。他整日买醉，说兰姨不如您半分，两人天天在屋里摔打争吵。妹妹，你跟他说这些做什么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护着窦凤莲？他根本不会操持家业，只会到处显摆，偏又没脑子，结了一堆仇家，害得父亲被夺爵，如今都要靠卖女儿还钱了。娘，我终于懂了你。娘，是我错了。上辈子，魏宋便被窦凤兰嫁去做了续媳，日日遭受刁难折磨，不到30岁便重病缠身。他曾经无知偏向窦凤兰，伤透了我的心。如今一声声泣血叫娘，终究让人狠不下心。这份婚事我会替你拦了，但你也别指望我再为你筹谋什么侯勋贵人家。谢谢娘，谢谢娘。只要不去那虎狼窝，哪怕终生不嫁，宋儿也愿意。起来吧。那娘这是原谅我了吗？那以后我们能不能……不能。魏宋，我接受你的道歉，但我永远不会原谅。从我走出魏家大门那天起，我就已经没有儿女了。郡主，小小姐今日出阁，您当真不露面送一送吗？我今日在这儿坐着，是全了最后一点母女缘分。至于往后的日子是苦是甜，就看她自己了。吉时已到，请新妇出阁。新郎官瞧直眼了，快去背新娘子上轿呀！哦，娘子，我力气大，你别怕摔着。什么将军府，不过是个卖力气的粗汉。照我看，还不如我先前找的那个家里有钱、猪油蒙了心的贱人。皇后娘娘的侄儿，轮得到你挑三拣四？你这话传出去，我们全族遭殃。日后，你不准再见宋守，免得拖我们所有人一起去死。新娘上轿！等等，夫君，放我下来。不孝女魏宋，今日拜别母亲，谢母亲生我。养我，救我出火坑，此去一别，愿母亲长乐安宁。宋儿不敢求母亲原谅，唯求母亲珍重。春枝，走吧。是。娘，春枝。把库房那尊南海珊瑚抬出来，给将军夫人带回去，摆在房里。娘，每次我来，您都只送些礼给我，便叫我走了。我就想留在您这儿吃顿饭，也不成吗？王大郎这般疼你，你公婆也对你恭敬客气，你还总往我这儿跑做什么？娘，府里前2日来了个大郎的女同僚，张口闭口就是我与大郎是战场过命的交情，不屑于只会争宠的深闺妇人为辅。像极了当年的窦凤兰。王大郎默许了，四郎将他呵斥了一顿，他被公婆撵了出去。娘，你以前是不是很委屈？没什么，
都过去了。对了，娘，前2天爹爹因为官场贪墨被下了大牢，连窦凤兰也被一同抓了进去。你是来求我救他们的？那是他们活该。只是哥哥的婚事，因窦凤兰2次搅和都没成，如今家中出事，稍微好点的人家都不愿意把女儿嫁给哥哥了。那是他自己的命数，我没这个儿子，他是魏勋的儿子。哥哥这几日整夜的喝酒，我只是怕他一时想不开，做什么傻事。宋国公府这是怎么了？你不知道，宋国公魏续因为贪墨被抄了，太夫人活活气死在佛堂，魏续也被判了秋后问斩。我听说那个外室上尉的窦凤兰最惨，妄图越狱，被巡城营一剑冲心，尸首直接卷了破熟子，扔去乱坟岗喂狗了。那这偌大的家业就没人撑着了？撑什么呀？唯一的国公府世子，如今连饭都吃不下，只能娶一个穷秀才的女儿，以后去乡下种地呢。娘，我能接济一下哥哥吗？种地又不是乞讨，他还有几亩地，旁人什么也没有，为什么要救济他？春枝，送将军夫人回去，日后魏家的丧气事不必再带进我这干净院子。魏宋到底心软，往后数年总会借着各种名义往乡下送些银钱。魏厂靠着这些救济添了田产，彻底断了回京复爵的心思，老老实实做了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。再见到他的时候，已经是我48岁时。娘，阿曼上次发烧，妹妹说是您寻来的退烧药，多谢娘。多谢外祖母。阿曼是个好孩子，笨得很，教他2个字，比挖3亩地都费劲。我气的话说重了些，他记恨我好些日子，就像当初您教我写字，我也记恨您好几年那样。魏成，我们并无母子情分了，不必说这些。娘，可要阿曼来陪您住几日，您替我教教他。我知道他这一刻并无算计，仅仅是想要缓和跟我的关系，否则他就会想把儿子送过来，而不是女儿。他有2个儿子，那便留下吧。娘，哥哥，你们背着我说什么悄悄话呢？娘，您看，宝儿要外祖母抱呢。我曾怀胎10月诞下这2个孩子，他们从我的骨血上分离出来，也曾无知的想要夺取我的营养，甚至在前世害死了我。如今他们各自成家，我们立在这里，就像3株挤在一起却又互不相干的树，也只是3株不相干的树而已。郡主，瑞王殿下来门口接您了。你怎么来了？老八刚刚登基，诸事繁杂。王皇后如今该叫太后了，她说许久没见你了，特意在宫中摆了家宴，让我接你入宫吃顿便饭。臣女怎好劳烦权倾朝血的瑞王殿下亲自来接？只要能见你，算不上麻烦。这是我孙女阿曼，叫人。阿曼见过瑞王殿下。魏家散了，你的儿女也大了，你当真打算一直一个人过下去？殿下这是哪里的话？我一个人住偌大王府，权势与富贵一样不缺。再说了，这不是有阿曼陪我吗？本王等了这么多年，这最后的答案，郡主还是不愿给我。殿下，臣女这王府的门对您是开着还是关着，全看殿下的诚意了。阿曼，走，跟外祖母进宫吃杏花糕去，去晚了可就凉了。赵温芷，你说话算话，等等我。我曾是一株被攀附吸随的枯木，重活一世，终是活成了一棵独立的树，不为谁而盛开，只为这人间春色，不虚此行。